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故闻好气声，挥涕独不还。未知生死处，何能两相完？自古以来，瘟疫就是人类心中最深的恐惧。过去，一旦民间闹起瘟疫，千万个病人将在病魔的侵袭下一点点的死去，所有的村庄都会化作炼狱，白骨累累，十室九空。这次老烟斗就将给大家盘点一下人类历史上最为恐怖的5大瘟疫。天花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一种烈性传染病，它的历史悠长，几乎跟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可以说，从3000年前古埃及第一个有记载的法老得天花以来，这个烈性传染病就和人类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孽缘。在中国古代，甚至流传有一句俗语：生了孩子只一半，出了天花才算全。病人在发病时，全身都会布满红疹，产生头痛、背痛、发冷或寒战、高热等症状，接着会陷入高烧，体温可高达41度以上，伴有恶心、呕吐、便秘、失眠以及一系列的并发症。许多病人在病魔的折磨下终会死亡。病愈的患者虽然侥幸存活，但是也会在脸上留下永久性的斑痕，十分骇人。不过这个病毒真正在历史上恶名远扬，还要归咎于那次人类史上最大的种族屠杀事件。15世纪，欧洲人第一次来到了美洲大陆，当时美洲上居住着2000至3000万原住民。阿姆赫斯特发现自己士兵有感染天花病毒，于是他让人把病患用过的衣物送给了印第安人，把天花病人沾染过的枕头、被子都作为礼物送给印第安人。印第安人的免疫系统对于该疾病几乎缺乏抵抗力，不久就纷纷倒在天花肆虐之下，这使得这次天花疫情也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极为可怕的一次种族屠杀。不过大家不要担心，虽然这种古老的病毒性质恶劣，但还是在人类的科技发展下成为了历史。1980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消灭了天花，从那时起，全世界统一停止接种天花疫苗，天花病毒正式被消灭。1347年10月1日，12艘热那亚人的船途经黑海，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墨西拿港靠岸停泊，周遭的人们急切地靠近这些船只，想招呼船员下船，却没想到这艘船上的景象可怖如同地狱。船上的人大多都死了，剩下的几位船员奄奄一息，皮肤上也冒出流着脓血的发黑疖子，这是鼠疫的症状。当局惊恐地下令，要求这艘死亡之船立刻起航，但是邪恶的种子已经种下，灾难必将随之降临。次年1348年，一种名叫黑死病的瘟疫几乎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它通过老鼠身上的跳蚤和帆船的运输，一路蔓延到英国大大小小的村庄。人们一旦感染上黑死病，先是腹股沟或胳肢窝里肿起一个瘤，随之变大，扩展全身，出现黑斑，3天后就会死亡。医生尝试了各种办法，从通便到放血，到烟熏，到烧灼淋巴结，再到给他们涂上干蟾蜍液，甚至用尿洗澡，无一见效。死亡仍然不断地降临在欧洲大陆，城市的丧钟不停地为新死者哀鸣，一天之内进出城门的尸体竟然高达数百具，甚至著名的英法100年战争也因瘟疫的爆发而暂时停止。亲历者薄伽丘曾在所著的《十日谈》中对其进行相关描述。佛罗伦萨突然一下子就成了人间地狱，行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地而亡，待在家里的人孤独地死去，在尸臭被人闻到前无人知晓。每天每小时大批尸体被运到城外，奶牛在城里的大街上乱逛，却见不到人的踪影。它似乎已经超出了疾病的范畴，更像是人类文明中的一场不愿被人提及的噩梦。同一时期，中国境内也遭受了它的侵害。当时正值明朝万历和崇祯年间爆发了大疫，据估计，光华北3省人口死亡总数至少达到了1000万人以上。明实录上记载此灾事：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8月至今，传染至盛，
有12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至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一人染疫，传及阖家，2月丧亡，至今转赤，城外遍地皆然，而城中尤甚，以致官号冲突，哀嚎满路。可以说，这场被称为黑死病的鼠疫大瘟疫，不仅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还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可以被称为改变了人类历史的次大瘟疫了。实际上，鼠疫这一传染病在14世纪这一次大流行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它第一次发生在6世纪中叶至8世纪消失，横扫欧亚大陆，死亡人数多达几千万。第2次就是让欧洲人深深恐惧的黑死病时期。第3次鼠疫则发生在1855年的中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就相继波及到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的60多个国家。虽然鼠疫可不凶猛，但是随着卫生意识的提高和科学进步，鼠疫也已经可防、可控、可预，不再是黑色死神的代名词了。1976年8月的一天，扎伊尔小城杨布库的医院里来了一位发着高烧的病人。他发着高烧，身体僵硬，头痛欲裂，在病床上打着滚。发病之后，他开始浑身出血，鼻子、牙床、眼结膜处也开始往外渗血，内脏开始溶解，很快就死去了。在病人发作的1周内，医院里员工、病人也纷纷得了类似的疾病。他的亲友也在参加葬礼后陆续发病，最终有318人感染，280人死亡，死亡率几乎达到了90%。医院的17名员工死了11名，医院也不得不关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扎伊尔北部国家苏丹在2个月后也爆发了同样的疫情。首先出现病例的是距离杨布库400英里远的一个棉花厂，里头的工人们接二连三的病倒，很短的时间内就有35名工人死亡。这2个地方的神秘疫情爆发，立刻引起了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疾控中心的重视。一批医生和科学家随即带着简陋的器械前往疫区调查这种新型的疾病。他们很快就确定了一个事实，这是一种新型病毒，而且是致死率极高的病毒。研究者们用当地一条小河的名字将这种病毒命名为埃博拉。这个病毒血洗了扎伊尔后，在1979年它又肆虐了苏丹，已是尸横遍野，惨绝人寰。经过2次暴行后，埃博拉神秘地消失了。不过一时的平静不代表永久的安稳。1994年，埃博拉再次爆发了。自此之后，这个狡猾的病毒就时不时出现在非洲大陆上。2014年，西非爆发了埃博拉大疫情。这次的疫情比起以前更让人感到胆寒，感染人数上万，死亡人数多达3000人，众多社区成为废墟，数千孩童沦为孤儿。100万民众食不果腹，整个大陆哀嚎连天。最可怕的是，这种病毒还会引起活死人现象。在连续高烧数个小时后，一个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病人将会陷入昏迷或者昏厥状态，而这征兆与临床死亡极为相似，许多病人会被误判死亡。但是几天后，这些病人则会忽然苏醒，并且进入一种极具攻击性的状态。不仅如此，这个意识模糊的病人将撕咬所有运动的物体，包括人类和动物。在外人看来，这个忽然复活的死人已经变成了一具僵尸。这种诡异的现象在当年一度引起了恐慌。此时，更加令人恐惧的事情发生了：埃博拉病毒扩散至欧洲和美国。2014年8月8日，世界卫生组织发表声明，宣布埃博拉疫情为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有报告埃博拉疫情的国家都应该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该病毒虽然致死率高，凶猛无比，但是同样的，由于它发病快，潜伏期短，易阻断，因此在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之下，埃博拉病毒得到了有效的缓解和控制。不过相信有朝一日，人类一定能够找到根治的办法，彻底将埃博拉这痛苦的一页撕掉。相比之下，接下来这种病毒虽然听起来不可怕，但是却危害极大，成为了19世纪的世界病。1817年，印度大部分地区连降暴雨，
在人口稠密的恒河两岸，洪水直接淹没了田野，冲毁了房屋。洪水消退后，霍乱便爆发了。这是一种极度痛苦的病，感染者会不断呕吐、腹泻，直到肠胃积空，全身脱水。不仅如此，同时他们还会四肢严重痉挛、干呕、打嗝。病人在严重脱水以及肾衰竭的双重折磨下，终将迈入死亡。这种可怕的瘟疫在印度各地渐渐流行起来，造成了成千上万人的死去，并且在不久后蔓延到了周边国家。这时，远在欧洲的人们已风闻霍乱的恐怖，各种谣言和迷信漫天飞舞。他们甚至怀疑这是继中世纪黑死病后，上帝对人类的又一次惩罚。偏偏这时，疫情却戛然而止，消失无踪了。于是生活在优越感之中的他们认为，或许传说中的霍乱只是对落后民族的一种惩罚。殊不知，这种可怕的瘟疫将在欧洲掀起更大的波澜，而它所重点关照的对象就是欧洲最不可一世的国家——大英帝国。从1831年到1854年，短短20多年时间里，英国先后流行了4次大霍乱，它的每次爆发都带走了数之不尽的鲜活生命。因此，霍乱也被人们称为最令人害怕、最引人注目的19世纪世界病。1918年2月，此时正值一战爆发之际，美国的部队中出现了一种未知流感，得了这种病的人会出现头疼、干咳、发烧等症状，许多患者都会窒息而死。如此可怕的症状，使得他在短短的1个月时间内就夺走了上千人的生命。然而美军没有在意这点伤亡，仍旧踏上了欧洲征程。此时的德军正在大举进攻法国，英法两国都在满心期待美国人到来。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美国人的来临带来的不是希望，反而是死亡。美军登陆后，疫情迅速在欧洲大陆蔓延开来。英国陆军医疗服务队的索尔陶将这种病命名为3日热，认为它3天潜伏、3天发热、3天康复。当然，这种判断在后期被证实是大错特错的。届时，不管是英国还是法国、德国，亦或者是中立国西班牙，全都被这种流感侵蚀，一时间怨声载道，民不聊生。1918年下半年，第2波感染潮也来了。南非地区也出现了这种流感，大批死去的矿工会被直接从火车上扔下，铁路两侧到处是尸体，没有人知道下一个死去的会不会是自己。穷人们纷纷自杀，富人也遭遇了越来越多的谋杀，这片大陆变成了法律无法管辖的区域。大洋彼岸的美国费城也好不到哪里去，这里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惨剧，死去的人堆成尸山。市政府只好用蒸汽铲挖出一个个巨强的墓坑掩埋尸体。恐慌的老百姓纷纷寻找各类的偏方，有人说柠檬能治病，市民们就疯狂购买柠檬；有人表示洋葱能预防，洋葱马上就被抢购一空；又有小道消息说威士忌最管用，威士忌的价格就会暴涨。甚至有没受过教育的民众认为新鲜的空气中有毒，将自己反锁在房间里，结果被活活闷死了。这场未知流感总共袭击了人们3次，期间病毒出现过变异，变异后病毒的致死率也大幅提高。患者在经过发烧、咳嗽后会转向呼吸衰竭，继而死亡，长则几天，短则几个小时。有些人早上起来感到不适，等到上班路上就已经发病死去了。由于缺氧和肺部积液，死去人们的脸上流着鼻血，皮肤上呈现出诡异的蓝色，非常可怕。即使感染者侥幸存活下来，也会留下抑郁、心脏病、精力匮乏等后遗症。因为西班牙最早公开了疫情，所以这场席卷了全球、造成5亿人感染、至少5000万人死亡的流感被后世称为西班牙流感。不过实际上，这个流感是正宗的美国进口的，西班牙欲哭无泪呀。人类一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诸如以上的盘点仅占人类灾难史的一小部分，但事实证明，我们是坚强的，不论灾难有多大，都无法将人类抹杀。